在旗舰平板上，你可以看到近乎足以覆盖行动装置需要的一切需求。足够优秀的萤幕能够达到更好的追剧体验，同时对于影像创作者来说，这块萤幕则是能够应付在各种场景所需要的实用性。足够强大的效能可以达成更好的游戏性能，同时对于轻度办公、多工以及针对行动装置打造的影像创作软体来说，更能得心应手。旗舰平板从来不是单一需求，也不需要使用一切才能入手。对创作者来说，旗舰平板确实可以提供不错的显示效果，完成许多创作。但如果你只是单纯想得到更好的影音娱乐体验，旗舰平板依旧是你的好伙伴。本期节目邦尼除了带来目前 iPad Pro 的实际体验，同时也会稍微说一些邦尼的选购建议，一起来看看吧。iPad Pro 从来就不只是 iPad， 自从迎来了 iPad OS， 从那一刻起，苹果对于 iPad Pro 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就已经开始。可以确定的是，邦尼在 iPad Pro 2020上看到的，不是苹果想让 iPad Pro 拥有足以取代 MacBook 系列的能力，而是追逐行动装置生态的另一个可能。而这个可能的第一步就是键盘跟触控板，不过有硬体还不够，软体的最佳化才是最重要的。毕竟好打的键盘很多，但难打的一直是行动装置输入法搭配实体键盘不好用所造成的。先从键盘说起，在 iPad Pro 2020发布的同时，苹果也同步带来了全新设计的巧控键盘。顺带一提，邦尼这次入手的是从苹果官网提供的英文键盘版本，一般版本是有注音在键盘上的。巧控键盘拥有全尺寸的剪刀式键盘，并且有能够应付低光场景的背光设计，按键的回馈力道充足，你可以找回近似于笔电上的敲击感，跟过往用想象就不会想在上面打字的平板键盘都有所不同。最重要的是，苹果在稍早就已经针对 iPad OS 推出了全新的键盘输入法，并且更近似于大家目前桌机或笔电的输入法。简单来说，当我们要透过注音打出我这个字的时候，在行动装置的输入法必须精准的先输入 u， 再输入 o， 才能打出我。如果打太快，反过来就会变成 o 以及 u 两个独立的文字。但在我们熟悉的笔电或桌机当中，即使是先按下 o 才按下 u， 输入法都会自动修正，让输入更加流畅。在这样的输入逻辑之下，也就造成键盘搭配 iPad 异常难打注音的状况出现，尤其注音水土不服的状况也更为明显。终于，苹果正式下手解决输入法的这个难题，更符合键盘的注音输入法正式在 iPad 登场啦。这个微小的改变，几乎让平板搭配键盘重新获得了打字的能力。不过，好打的键盘只是第一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左下角 Apple 虽然提供了一颗语言切换按钮，不过在实际使用上，邦尼还是习惯透过 Caps Lock 切换语言，所以左下角的语言切换，邦尼则是换成了 Control， 避免误触，也减少学习成本。加入了触控板，才是 iPad OS 在操作逻辑上最大的改变。有了触控板的 iPad Pro， 你可以使用熟悉的方式切换应用程式，进入多工处理，回到主画面等等。不仅如此，在点击按钮时 ，iPad Pro 上的圆点指标更会自动贴起图示，让原本设计给手指点击的使用逻辑，可以让触控板更容易精准点击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透过自动贴齐能够解决部分场景下手指转换到鼠标的使用问题，但在第三方 App 上，针对触控板手势，大多数 App 都尚未进行最佳化，有许多 App 会有无法适用的状况产生。例如 Word， 在目前的版本中，你无法透过拖拉鼠标的方式选取一段文字，或是精准的将鼠标点击在某个文字之间，这在 Apple 自家的 Pages 或是 Safari 当中都是完美相容。原因是 Word 为了手指的点击操作做了各种最佳化，用手指点击2下就能选取文字，长按启动选取，再进行拖拉，已经是手指之下伸直使用逻辑的操作方式。整体来说 ，iPad OS 短期内最大的难题应该是手指以及触控板的转换过程。目前搭配上苹果自家全系列的 App 会是更好的选择。不过即使如此，已经可以预见 iPad OS 的操作逻辑跟体验正在往下个阶段迈进。苹果几乎做到了，有了巧控键盘的 iPad Pro 能够让你放下双手，不再透过点击萤幕操作你的 iPad， 就如同 macOS 在系统以及触控板当中的微妙协作。最后，大家一定会想听听跟 Samsung DeX 的差异。
以目前两家的实际体验来看， Samsung DeX 更像是在行动装置基础上提供更接近桌面及界面的使用体验，而 iPadOS 更像是在行动装置基础上转换点击操作，并且强化触控板的功能性，更像是整合手指跟触控板的使用逻辑，对下一世代的操作体验提前探索。iPad 跟巧控键盘从来就不只是硬体的结合，而是软体跟操作逻辑的下个新阶段。除此之外，巧控键盘配有专属的充电接孔，透过 iPad Pro 背面的金属接点进行电力传输，将 iPad Pro 机身上的接孔留给生产力使用。即使如此，巧控键盘还是有许多可以更完善的地方，例如拥有可以调整角度的转轴，但实际的转轴角度有限，加上无法单手开合，也让在桌面以外的场景中，灵活度将会更受限。无法将键盘反折收纳，在单纯想使用平板时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取下平板。在有限的键盘空间内，巧控键盘并没有配置控制键，调整音量、背光或亮度时，你还是必须用手点击机身上的按钮，或是进入控制中心跟设定。最后则是帮你认为在入手 iPad Pro 搭配巧控键盘最犹豫的地方——重量。iPad Pro 11寸因为版本不同，大约落在470克左右，巧控键盘重量则是接近600克，加起来大约落在1公斤60克左右，而12.9寸加起来则是落在1350克，重量都已经接近甚至超越许多轻薄笔电。此外就是售价，两者相加起来，11寸最低的入手门槛大约落在3万5左右，而12.9寸则是4万3。整体来说，iPad Pro 搭配巧控键盘的组合，在目前的市场上几乎没有同性质的平板产品，但如果是放大范围到笔记型电脑，取代性还是高的。尤其在重量跟价钱都大幅提升后，也失去了 iPad 容易携带跟价格的防护墙。不过如果你目前手上正拿着 iPad Pro 2018进行轻度办公或是文字编辑需求，那巧控键盘绝对值得考虑入手。影音娱乐部分，帮你手上的 iPad Pro 2020拥有11寸的 Liquid Retina 显示器，支援120Hz 萤幕刷新率的 ProMotion， 以及最高6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整体显示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IPS 显示器。iPadOS 搭配上120Hz 的刷新率，动画体验也更加流畅，整体操作体验还是相当舒服。除了期待各家平板也加入高刷新率之外，也期待新一代 iPhone 也能采用120Hz 的萤幕啦。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跟 Galaxy Tab S6 的萤幕对比。而在外放上 ，iPad Pro 2020同样搭载左右各2颗，总共4颗喇叭，帮你也提供一组一样搭载4喇叭的 Galaxy Tab S6 对比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在 iPad Pro 2020上，苹果搭载了一颗 A12Z Bionic 晶片以及6GB 的 RAM， 而 A12Z 跟上一代 iPad Pro 的 A12X 在架构上差异不大，甚至近乎一致。但我们先来看跑分，在安兔兔跑分上拿下了711632分。从实测结果可以看到 ，A12Z 的性能表现，即使相较起上一代提升一些，但还是拥有超越了目前主流处理器不少的性能优势，可以说是目前最优势的行动平台，几乎没有之一。这也充分解释了 iPad Pro 2020采用 A12Z 的策略。当然，拥有强大的性能 ，iPad Pro 的生产力自然拥有更多可能，包括 Adobe 全家桶、Premiere Rush、Photoshop、Apple 自家的各种生产力 App 等等。而在游戏上，平板适不适合玩游戏，其实就是顺手的问题。有些游戏画面变大后，反而不利于掌间操作。帮你会建议带着常玩的游戏，现场实测最准确。
续航部分，轻度使用1天1充不用太担心。如果是拿来生产力作业的使用者，带着充电器还是最保险。毕竟 A12Z 的强大性能，在执行生产力作业时依旧是只猛兽。生物安全辨识上，还是采用 Face ID， 摆放的位置依旧在顶部中间。如果是横向握持时，比较容易遮挡，必须稍微注意一下使用习惯。而在通讯性能上，则是有 LTE 版本，支援 WiFi 6。邦尼是一个长期使用平板，并且应付各种需求的使用者，不论是生活娱乐或是生产力。整体来说 ，iPad Pro 2020搭载 A12Z 拥有相当强悍的性能。不过，邦尼认为，对苹果来说，提供极致的性能，或许不只是为了当下的系统顺畅，更多的是 iPad OS 若是迈向更具生产力的方向发展，许多以往在桌面上才能使用的应用程式，陆续转换到行动装置，也是一种可能。iPad OS 除了必须提供环境外，iPad Pro 在性能上更必须提供足够的性能输出，更足以满足开发者足够的想象空间。而 iPad OS 虽然不一定是未来，但或许在目前的 macOS 以及 iPad OS 间能够各取优势，打造新的体验或取得某种平衡。对 Apple 来说，会是一种对新一代操作逻辑的探索或尝试。但以现在来说，就是赋予更多依赖平板的使用者，让使用平板达成生产力，至少成为一种可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轻薄好携带，或许也不再是平板的优势。在13、14寸笔电都可能不到1公斤的现在，总重1公斤以上的 iPad Pro 在界限上也就更模糊了。整体而言 ，iPad Pro 2020绝对是一款在这个时间点下很难定义的产品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随着行动装置的性能跟生态足够完整，当人们和品牌转向生产力的那一刻，选择或是带来的不是全新的操作方式或是使用体验，最终还是回到了键盘跟触控板。但至少这次 Apple 真正成功达成平板在生产力大力迈进的第一步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